Ronnie Chan 在 Harvard Class Day 的演讲火了。I'm here to tell you the mission of your generation is to destroy AI. Kill it. 很多人都只看到了他说要 kill AI， 但我觉得他真正想说的不只是这个。我看完就在想，一个 comedian 在哈佛讲 AI， 为什么比很多 AI 从业者讲得更像人话？里面其实有几个点挺适合我们家长去想一想。大家好，我是 ZZ 爸爸，主业是 AI 产品经理，太太是儿童心理学家。我的第一个 lesson 是 AI 最好的用法不是炫技，而是解决你真的在乎的问题。 Have you heard how dumb people brag about how they use AI? They're always like, hey, did you know that AI can now read my email, summarize it, and draft a response? Yeah, you know who else can do that? Me. I can do that. You can't do that? How useless are you? You nee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ust to match me? I'm a dumbass who couldn't get into Harvard. Ronnie 这个吐槽很到位，很多人用 AI 其实还停留在做一些本来自己也可以做的事，但说实话，如果 AI 只是帮我们省了几分钟就够了吗？难道不是要用 AI 去解决那些以前搞不定的事吗？当然，不是只有医学突破、科研这种大题目才算，只要是你真的在乎、真的值得解决的事都算。所以问题不是你会不会用 AI， 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一个真的在乎的问题。别先盯着工具，先问一句，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放到孩子身上，我会更想看他有没有一个想钻进去弄明白的东西，有没有那股劲儿想把它解决。但这种能力不是听一节课就有的，是平时一点一点培养出来的。比如他们在搭 Magna-Tile 的时候，房子老是塌，会不会想到别的方法？一个 Lego 装不好，愿不愿意再试几次？先有目标，先有想解决问题的一股劲儿，再去谈效率和方法。先有 passion， 然后 AI 才可以帮你去实现。第二个 lesson， 以后最稀缺的是有料、有趣的人。Coming battle won't be humans against AI. That's at least 2 months away. It's gonna be people with substance versus people with shallow knowledge. It's gonna be mastery versus faking it. It's gonna be people with good taste versus tacky. 这句话我很喜欢，他讲的其实不是反 AI， 而是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东西，有没有好品味。说到底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料。孩子当然可以有很好的履历，一路名校，按部就班，但履历漂亮就等于这个人有料吗？不一定。所谓有料不是泛泛的，而是懂得更深，真的在一个领域里花过时间，形成了自己的 taste， 否则 AI 都能想得到你还有什么是自己的。有料呢，自然就有趣。有趣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去讲段子，更像是你看世界有自己的角度，不是把别人说过的话重新包装一遍，而是真的有自己的表达。Ronnie 自己不是名校毕业，当然他学习也不错，上过澳洲的法学院，但他能站在那里，不是因为他读了什么学校，而是因为他真的有东西。他的 comedy， 他对语言的把握，对美国社会问题的敏锐，这些东西 AI 还真没办法一键生成，他得靠人自己慢慢磨出来。美国人很爱说的一个词叫 grind， 这个词呢不太好翻译，有点像是吃苦磨练，做那些外人看不见的重复性的练习。各行各业都有 grind。 Ronnie 说他刚来纽约的时候要到处跑开放麦，是 grind。 硅谷创业呢，要耐得住一次一次的失败，也是 grind。 因为 taste 不是听2期 podcast 就有的，经验也不是看几个教程就来的，没有 grind 就很难有料。未来最稀缺的不是表面上会用 AI 的人，而是真的有料又有趣的人。所以我会想保护的是这个，别只盯着孩子会不会做题，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钻研，有没有自己的判断。第三个 lesson， AI 可以生成内容，但不能代替人情味。 And I want you to think, actually visualize the people who helped you get here today. Let's just do it for 10 seconds. I'll time you on my vintage Rolex. Let's go.
Just close your eyes, see their faces. 这是这场演讲最后特别温情的地方。Ronnie 把前面关于 AI 的讨论全都拉回到了真实生活。前面我们说 AI 最好的用法是解决你真的在乎的问题，那什么才是真实的问题呢？是不是最后还是要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最实在的价值最后都要能帮到某个具体的人。做到这个，赚钱只是副产品。Ronnie 说，你们是哈佛毕业的， Making money is easy。 他跟毕业生说，要让你的线下生活比线上生活更丰富。 AI 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你坐在屏幕前就可以生成整个世界，可很多东西说白了就是 AI slop。 我觉得 online 和 offline 并不是完全对立，我是这么看的。 online 的东西最后有没有价值，要看它有没有帮到 offline 实实在在的人。一个 app， 一个 skill， 一个视频，哪怕它是在网上的，只要真的被一个人用到，让他省了时间，解决了一个痛点，或者有了共鸣，那就是实在的。所以我觉得关键不在于 online 还是 offline， 关键是它最后有没有落到人身上。如果真的帮助了别人，别人会记住那个瞬间。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到 Ronnie 之前 special 里面一个纽约地铁的段子。 New York City is the only city I've lived in where people fight subway trains and win. 他表面上是在吐槽纽约人，地铁门都要关了，很多人还要用身体跟地铁去搏斗。但后面他讲到自己有一次要赶飞机去参加自己的婚礼，拖着行李冲到地铁站，到了站台，车门正在关，一个陌生人硬是帮他挡着门，门咣咣的打在身上，就是关不上。最后呢 Ronnie 上了车，赶上了飞机，也赶上了婚礼。这个故事很纽约，也很美国。一边是很强的个人主义，大家都在往前赶，忙自己的事，好像谁也顾不上谁。但另一边又有一种很神奇的人情味儿，一个陌生人可能只是顺手帮了你一下，就刚好帮你成就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个地铁卡门的事情，它一点都不高效，也不优雅，但很 human， 有人情味儿。我最后想到的是，我们的孩子以后会不会被别人想起来？他帮助过谁？他被谁帮助过？身上还留着一点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人情味儿。对我来说，这才是这场演讲最后真正的落脚点。所以这些是我从 Ronnie 的演讲里面找到的共鸣的点。让孩子去解决真实的问题，真的帮助别人，有自己的 passion， 慢慢变成一个有料有趣的人。最后说到底，不是让孩子赢过谁，而是让他长大以后还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如果今天这一期对你有一点启发，点个赞，关注一下。对于 Ronnie Chang 的演讲，你们怎么看？欢迎留言讨论。下一期见。